中国地大物博，各种美丽的景点很多。在经济不断恶化的当下，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出去旅游来缓解一下紧张焦虑的心情。但是让人扫兴的是，这年头就连景点都造假蒙骗游客。位于四川成都邛崃市大同镇金山村的成都雪村，靠着宣传照片中的森林和小木屋的雪景，吸引大批游客在今年过年期间前去打卡。但是当人们到了现场，才发现所谓的雪其实就是人造棉花布置的，树上的花和雪地里的红玫瑰也都是塑料假花。我有一种被侮辱了的感觉，他们居然管这个叫雪，这不是棉花吗？你猜这水晶美不美？其实都是假的了。这底儿是白烧子的，这房顶的，搁这围墙的，都是棉花子的。天上飘着小花，又是吹的泡泡。一位旅游博主说，现场树枝和布景上雪几乎都是棉花做的，现场降雪效果更是用肥皂水制造的，这和雪村在宣传照片中的大雪纷飞的场景截然不同。对此呢，上当后大感失望的网友们纷纷吐槽说，门票是真的，雪是假的，本来是去看雪花的，结果你给我看棉花。还有人指出，景点遍地棉花都是易燃物，存在巨大安全隐患。有网友用雪村视频截图配上讽刺文字，下棉花了，并搭配一个笑脸，十分的搞笑。网友在这张视频截图上配上文字棉花飘落，也配上一个笑脸，在对应着地上的棉花，十分讽刺。面对公众对雪村用棉花造假的质疑，2月8号南宝山旅游区发道歉信称，因今年天气暖和，雪村无法呈现，于是便采购雪棉铺装，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初二已将景点棉花撤下，还表示游客可以退票。有网友表示，中共仿冒国体制下，雪也能仿冒。也有人反问，是新疆棉吗？缺德。无独有偶，河南省新乡市也有一个假冒的雪景。2024年12月17号，中国大陆多个网友发视频说，带孩子与朋友家人到河南新乡宝泉冰雪狂欢节游玩，却惊讶地发现被大力宣传的所谓冬日雪景其实根本就没有雪，现场白沙子和棉花冒充雪景。哇，什么？这是什么吗？你说的雪花、雪香，这就是雪；棉花，这就是雪；沙子。你骗我也就算了，关键你让我给孩子咋交代呀？有人吐槽说，自己兴冲冲地带着孩子前来玩雪，结果却玩了个寂寞。据悉，宝泉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新乡市，是知名的4A 级景区。据路媒极目新闻报道说，宝泉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回应称，景区冰雪狂欢节还没有正式开始，景区打造的是阿勒泰风光的人造雪乡景观，供游客们拍照。因为受气温影响，该景观只有一小部分人造雪。虽然景区做出这样的回应，但在1周前，景区在社交平台发布冰雪节门票优惠视频时，特意宣传景区的雪景，还声称为游客打造了影视级雪乡阿勒泰雪乡，并且强调一定不要错过宝泉第一波雪景。没想到游客赶来时发现是这样的结果。说到河南4A 级景区对雪景造假，就不能不说说河南的另一个景区造假行为。2024年12月，据路媒上游新闻报道表示，化名杨先生的驴友在河南嵩山旅游时，看到嵩山芦芽瀑布疑似冻成大冰挂，就拍视频发到社交平台。从视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芦芽瀑布看起来像面条，从瀑布悬崖上方一直垂到下方。也有其他多名网友发布芦芽瀑布大冰挂的图片，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瀑布中出现疑似缆绳的粗线，而且冰挂顺着绳子在结冰。芦芽瀑布景区工作人员告诉上游新闻，瀑布大冰挂是人造的，并是我们做的外挂，现在还没有完全结好，冰挂还没有特别厚的感觉。工作人员还说，大冰挂最佳的观赏时机是下雪后，到时结的冰会更厚。消息传出以后，引发网友热议和调侃，好大的拉面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挂面。还有网友称，瀑布也是水泵抽水到山上。
也有知情网友披露说，很多地方如此，南太行的大瀑布顶端水管放水，瀑布底下人可以穿行的水帘洞，远看深色大小石头形成，进去后却发现是水泥制成的。还有人指出，中国的景点处处都是假冒伪劣货。不过事实也确实是这样。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顶的巨石鹏城第一峰，矗立在深圳20多年，属于深圳的地标巨石，也是吸引大量游客的著名打卡点。让人惊讶的是，这块写着鹏城第一峰的巨石，被网友爆料居然是一块假石头。有人近距离发现石头的外部破裂，露出内部的砖块和钢筋结构。2024年10月29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，深圳梧桐山上鹏城第一峰石头翻修了，才知道山顶上这块大石头是人造石，欺骗了我多少年感情。梧桐山风景区管理处对此作出回应说，梧桐山顶的巨型塑石其实就是人造的假山，但景区现场并没有明确的标示，所以游客们都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巨石。消息传出后，网友纷纷表示这也造假，去过去一次还想去的，现在没兴趣了。还真没想到是人造的，来深圳这么多年，以为这块一定是石头。深圳南山区有一块黄蜡石，上面刻有前海2字。有网友质疑说，这样的假石头深圳还有多少？全国还有多少？好想把前海石也拆开看看。有人说，我才想起来，2019年爬到顶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石头，上面那里全是坑坑洼洼的。有网友披露，苏州城墙城砖原来的屹立600年尚在完好，近年以修复名义修建的假城墙，城砖不到6年就开裂剥脱。修城墙是骗游客，造城砖是骗政府的钱。中华大地要找真古迹太难了。也有人怀疑，中国还有多少造假的地标？而这也不是深圳唯一造假的景点。有网友披露说，深圳市知名景点凤凰山森林公园的景观石也是假的。2024年11月13日，有网友发视频说，爬了10多年凤凰山，发现凤凰山这块石头也是假的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石头表面的水泥被风化剥落，石头缝里还能看到钢筋。深圳市凤凰城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向路媒承认说，凤凰山下的大石头是人造的石头，但这个著名的凤凰山又被人称为分手山。据说很多情侣到凤凰山游玩，下山很多都分手了。在凤凰山景观石被曝光是人造石后，有网友调侃说，凤凰山的外号叫分手山的根源找到了，难怪是分手山，原来石头是假的，那爱情能真吗？深圳不少景区的景观石都是人造石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深圳还有什么是真的？想到能想到，深圳全市都是新开发的，深圳哪里有什么古董啊？就连大鹏古城都是人造的。河南省云台山瀑布被称为亚洲第一高瀑布，但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。2024年6月，从网传视频显示，有男游客在游览云台山瀑布时，专门爬上山找瀑布的源头，结果惊讶发现水源，几根镶嵌在石头中的大水管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瀑布的最上端有一根水管不停地喷水。云台山的天瀑源头，这一大根水管子，下面就是小寨沟的天瀑观景台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留言，有人感叹，为了看几根水管子，花180元买票到底值不值？也有人表示，这瀑布原来也有作弊的时候啊，这水管子也挺有创意的，至少保证了咱们游客能看到最美的景色。还有人讽刺说，好歹做工好一点，把水管埋在石头里面不容易发现的地方，你这是露出来的半截。对于中国大陆多个地方景点造假的问题，中国问题专家王鹤表示，历史文物古迹，中共搞房地产开发把它们全部铲平了，然后又造一些人工假古迹，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狂妄的予取予夺的一种变态的心理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中共在建政后以破四旧为名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众多著名文化古迹，几十年后各地又大力打造所谓的文化古迹，用假景点挣钱。在中国，不但自然景点是假的，就连动物园的动物也能造假。
在2025年中国新年期间，山东省淄博市牛山游乐园为了揽客，竟然把驴化妆成斑马，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斑马更像是驴，而且身上的条纹也不像斑马的条纹那么自然，更像是人工化的。面对民众的质疑，该景区工作人员对路媒表示，确实是用驴画成斑马的样子，现场也写明料是驴，还说是老板自己弄着玩的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嘲讽说这就是指驴喂马。指鹿喂马现代版是指驴喂马，也有人指出画的也太不专业了，抄作业都不会抄，斑马的线条没有相交叉的。摄影博主微博大 V 江苏道法自然说，突然想到一句话，驴头不对马嘴。有人调侃说好抽象，驴说我不认识斑马，斑马说他盗用我的皮肤，游乐园说没事搭没事搭，伪装一下，观众看不出来。掩耳盗铃版之自欺欺人之驴被迫营业成斑马的那些日子。2025年新年期间，据纽约邮报报道，江苏泰州名为秦湖湾森林动物王国的动物园在网上开直播，2只橘红色黑条纹的老虎在栅栏里走来走去，很像迪士尼动画角色跳跳虎，但人们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们不是老虎。随着消息曝光，该动物园在社交媒体上承认，他们把松狮犬染成像老虎一样的颜色，是想吸引游客到访，还保证这么做不会危害小狗的健康。有网友讽刺说，他们肯定不敢给自己的狗洗澡，怕变色。其实2024年5月1日，泰州动物园对外展示的2只熊猫犬就被发现同样是造假。据说是泰州的小熊猫。圆圆的脑袋。说是泰州的小熊猫。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证实说，2只猫犬其实是松狮犬染色而成的，它们的名字是小汤包和小钱丝，从5月1日开始对外展示。面对民众批评泰州动物园造假一事，泰州市监管单位则声称，该动物园并没把熊猫犬标注为熊猫，所以不涉及造假。这种做法是一种没有引进熊猫资格的动物园之营销手法。就连当地监管部门都能做出这样的解释，那动物园用松狮装扮成熊猫犬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中国地产丰饶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很丰富，但很多都被中共破坏殆尽。这些年各地政府搞创收，用景点造假挣钱，上行下效，就连动物园也跟着造假。对此，旅美时评人唐浩表示，其实各种造假在技术上并不难，真正困难的是要怎么导正、挽救这种造假骗人、造假害人的党文化心态和道德偏差。中共的假大空已经害得全中国遍地都是假食品、假文凭、假新闻、假疫苗，每年造成人民的巨大伤害和损失。如果党文化心态不能导正，那中国只会继续人人互害、官民互害，最后变成一个同归于尽的悲剧国度，这会是让人最遗憾的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